岁修江秋，匪号七天道君，精心策划并实施了戒指老爷爷、签到变强系统、荒村老师规则怪谈等系列特大诈骗犯罪，虚构事实骗取各大宗门天骄信任，导致数万人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涉案金额高达320亿零时，在整个修真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但除部分零散赃物被起获外，那320亿之巨赃竟踪迹全无。今日我天心宗于山门公审此辽，邀天下同道共鉴。320亿，这可比得上顶级宗门的库存了。什么骗子能骗这么多？天心宗不会是把自家的烂账算慈子头上了吧？道友太不了解这七天道君了。慈子虽是个阴险狡诈的骗子，但同时他也是个不世出的天才。400岁就登临化神境，符箓、阵法、炼丹、幻术、机关术等等无所不通。数百年来，他利用独创的符阵与机关，不知坑骗了多少顶级宗门的天骄，甚至能在诸多炼虚乃至河道强者的追杀下多次逃出升天。竟有这等本事，那这天心宗抓的是真货吗？该不会是个顶包的吧？有可能哦。天心宗虽是大门大派，但其门下弟子大多都养尊处优惯了，实战能力普遍拉胯，河道强者都逮不住的人，他们怎么可能逮住？另外啊，我总觉得天心宗弟子多为心术不正之辈，扎良冒功之事，他们也不是没做过。搞不好啊，那小子和七天道君毛关系没有，就一被利用的可怜人儿。是啊，天心宗弟子的人品嘛，大家懂的都懂。就算那江秋是真货，我也不信他们真的只从他身上搜到了什么零散的赃物。呵呵，要不是那巨赃牵扯势力众多，天心宗无法擅自将江秋吃下，不然你以为还会有今天的公审？聒噪！究竟是何人在造谣嚼舌根，坏我天心宗清誉？此辽为本座亲手所擒，一个大成竟抓一个化神，难道还能抓错了不成？更不要说慈子形貌、气息、功法等桩桩件件，皆是与诸多证据丝毫无差。而且本座执掌天心宗300余载，一生高风俊杰，无愧于天地，门下弟子更是持天地正道。今日公审，便是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给惶惶不安的修真同道一个交代，更是要告诉那些躲在阴沟里的老鼠们，我天心宗在，朗朗乾坤便在。天心宗老鬼，真以为能将我逮住，是因为你修为高，高风俊杰，无愧于天地。靠做人牙子起家，将各地女子拐走，卖作奴顶的是你吧？早年为了提升资质，与邪修合谋置办皮包宗门，诓骗来2000名弟子，挖出灵根，炼成玉髓换命丹的也是你吧？不要小看我的情报网啊！老逼灯，你这老鬼可比我有本事，我从来只骗坏人，我配叫什么七天道君？你才该叫七天道君。虽说天心宗发动了万法封禁阵，封锁了灵力运转，但这符石头是我从仙人墓中得到的仙人传承，根本不受万法封禁的影响，而且它已与我的神魂融合。天心宗的瘪三们完全察觉不到这东西的存在，符石头可以无视任何束缚禁制，强行将使用者传送到随机地点。缺点是冷却时间长到以年为单位，不过无妨，只要逃出万法封禁，灵力恢复，我大部分手段就都能用了。至于这天心宗，呵呵，上行下效，一群畜生，抓无辜的凡人做活饵，诱杀妖兽，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会被你们一剑囊死灭口，杀完还特意抽走那些凡人的魂魄与全身精血，嫁祸给魔修。你妈的，就这还正道，脸都不要了。你们不是在乎声誉吗？不是在乎清白吗？我就来陪你们玩一玩。我一直没有启动符石头，忍辱坚持到今天公审，就是为了这一刻。哼，是时候让这座朽烂的大山晃一晃了。江秋当着天下同道的面，老实交代，那320亿灵石究竟被你藏在了何处？我还能给你个痛快。若再冥顽不灵，本座必让你尝遍炼狱酷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啊，那我就告诉你们吧。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松口。戒律堂上。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招。不是，你被关在地牢里那么多天，一句话都不说，怎么现在这么容易就招了？你当我傻吗？我现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翻不出风浪。这时候还藏着掖着干嘛？还不如老实交代事情。求你们给个痛快，免得临死还要遭顿折磨。不错，倒是个识时务的。哪儿来的音乐？财富、名声、力量。我即是过去骗了整个修真界的男人，想要我的财宝吗？去万妖谷吧，我将一切都放在了那里。万妖谷那里5步一小妖，10步一大妖，哪有供你藏灵石的地方？老头，你去过万妖谷深处吗？万妖谷深处有连大成修士都忌惮的恐怖妖兽，别说是我，世间就没几人去过。垃圾！你这种饭囊酒瓮去不了，不代表我去不了，也不代表天下英雄去不了。怎么会有人死到临头还要装逼的？不过实际上，那320亿灵石并不属于我只是替人打工的。你们要想取得那笔钱，不光要应付万妖谷的妖兽，还要对付那位大人。那位大人还有高手？怎么，你们不会以为我能屡次在炼虚乃至河道强者手下逃掉，凭的是自己的本事吧？那位大人是大成强者，更是数1数2的枪道高手。由于进入大成期后实力难得寸进，他才与我合谋做局，骗取巨额资金和天才地宝。但里面99成都是人家的，我拿那点零头都得看他的脸色。你们起货的那点灵石就是我的全部身家。不过我还真是很好奇，你们究竟是怎么绕过他带到我的？
我被抓时他就在附近，没道理这天心宗老鬼杀到了我面前，他还没有任何反应啊！若这老鬼与那位大人碰上，2位大成强者的战斗肯定是惊天动地。我听到动静早就跑了，可直到这老鬼将我逮住，我都没听到半点声响，真是奇怪。总不能是那位大人把我卖了吧？这对他有什么好处？难道将我出卖给天心宗能让那位大人获利？原来这齐天道君背后还有高人吗？不，这才合理。毕竟一个化神尊者能在诸多强者的追杀下安然无恙的苟活至今，背后定有顶级高手庇佑。寻常河道都不够看，起码也是河道巅峰乃至大成。以散修和中小宗门的财力与底蕴，定是培养不出这等强者的。所以那位大人应该是出自哪个大宗门？合理。但为什么那位大人要把江秋出卖给天心宗？这对他有什么好处？等等，天心宗的副宗主不就是大成七还是枪修？真実はいつも一つ。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切都是天心宗的局。江秋只是用完集气的棋子，用它赚了钱，再用它挣了名。合理。不是哥们，别搞啊！你就是天心宗的副宗主，身高与体型道真和那位大人一般无二。难道他们的推测是真的？你就是那位大人，你一直在利用我，钱赚够了就反手。胡说八道！恕子儿敢污我清白！你拿枪指着我，你拿枪指着我，大义灭亲，杀人灭口！杀人灭口，你就是那个与我合谋，诓骗了天下同道的人。你们给我下了毒，什么时候？天心宗，你们这群畜生，你们不得好死！不好意思，我能在那么多强者手下屡次全身而退，凭的就是自己的本事。此乃我自创的逃命秘法——顺会离魂诀。作为特殊神魂秘术，无需灵力，所以万法封禁也封不住。此法可通过破坏内脏、掐断生机、伪造惨死的假象，令使神魂离体，在10息时间内遮蔽天机。在此期间，就算是大成强者都察觉不到异常。不过天心宗担心有人来劫法场，还开了好几个阵法。10息时间，我的神魂逃不出去。不过无妨，直接使用浮世头吧，只要不把我传到妖兽老巢，传到哪里都好。天心宗，这只是个开胃小菜，慢慢压制舆论吧。我后面还有狠活留给你们呢。哎你大爷呀！你给我干哪儿来了？这是国内吗？总之先塑造肉身吧。抱歉打扰你了，这位朋友，我需要借用以下衣物，得罪了一念不灭，幻化归身。坠玉裁银，对国呈上。你他妈的太蠢了！出来单挑！一亿荣喜，云水72剑第一手，流云无定。原来还有个大的。灵力难以运转，体内的灵力和凝固了一样，基本只有炼气期的水准。肉身力量也变得异常微弱。刚刚那软绵无力的一拳，差点抽干我全部履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空气中没有灵气，这里明显不是修真界。也就是说，浮世头将我传送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根本不存在灵气及修真道统。我的修为不容于这片天地，所以我的力量被此方世界的法则压制了。这个真喷不了，这浮世头是真随机传送，直接给我干异世界来了。不过若没有灵气，这浮世头还能充能吗？还能再启动吗？我岂不是回不去了？不，虽无灵气，但是我隐约能感受到这里存在另外一种与灵气很相似的力量。这浮世头毕竟是仙人传承，不能以常理看待。也许并非一定要用灵气才能使用，或许只要能量充足，其他形式的力量也可以将它启动。必须要做以下尝试。这女人是什么情况？我居然完全察觉不到她的气息。你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呢 ？Can you speak Chinese? 现在你能听懂我的话了吗？你对我做了什么？一点小魔法而已。回答我的问题，你明明没有魔力，为什么能以灵魂之躯重塑肉身，还能施展出那种超常的力量？灵魂之躯，一个没有灵力的人，居然能看到我一个化神尊者的神魂，看来不是什么一般人物。试探一下，套情报。问别人之前，你不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我连你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你看，我只是一个又弱小又无助的可怜外乡人，万一遇到了坏人就糟了。伊芙尔贡，森林外的那些人都叫我边境魔女。魔女，那你平时都做些什么？猎杀魔兽，获取药材，炼制魔药，以及研究感兴趣的课题。什么课题？类似永生、真理这些天下术士共同夙愿的东西。到你了。我叫江秋，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修士。江 Q， 好奇怪的发音。修士是什么？平时又在做什么？修士就是以成仙为目标的修炼者，而且道无定法，我们会以各种方式修炼。我修习的道统讲的则是枯形去皮，撒心去欲，心斋以成仙。成仙？仙是什么？你不是说你在研究永生吗？仙就是超越了寿命限制，且获得了至高解脱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算是研究方向相同的同道了，依附道友。只有神灵才是真正的永生者，难道仙是和神灵一样的存在？而修士居然有办法成为神灵？你那些奇怪的魔法也是修士独有的吗？我那不是什么魔法，
那是基于灵力和相应的法门施展出来的仙道法术。灵力、仙道法术，世界上竟还存在这么多我完全没听说过的概念。道友想问的都问完了吧？那江某就先行告辞了。山水有相逢，我们有缘再见。等等，你做什么去？道友应该看得出来，我并不属于这里。我误触上古遗迹的机关，被神秘阵法传送至此，到现在也没搞清自己身在何处，所以我打算四处逛逛，尽快弄清楚情况，并寻找回家的办法。这片森林是大陆的边缘，大地之上根本不存在方才你说的那种语言。也许你是从海的那边来的，但是那片海的深处栖息着诡异邪祟，他们会扰乱一切力量流动。出海后再厉害的术士也都和凡人无异，他们还会扰乱你的方向感。若是没有被神灵祝福过的特殊6分仪与航海中，深入海洋就是在寻死。扰乱力量运转和方向感的海洋吗？听上去和望生海有点像。传闻望生海的深处弥漫着死物迷障，只要是活着的生物都不可能越过那片大雾，大成修士也不行。那里可是修真界公认的世界尽头。难道浮世头真的是将我丢到了海的对面，世界尽头的彼岸？这魔女还真交代了不少有用的情报，继续套一套吧。哼，那又如何？我上有80老母，下有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家妻儿老小都等着我回去。就算路途艰险，我也必须要回家。多谢衣服道友善意相告，再会。江 Q， 你等等，衣服道友还有什么事？你刚刚说的那些灵力啊、仙道术法啊、成仙以永生什么的，都是真的吗？这太超出常理了。信与不信是道友的事，我无需证明什么。等等，你等等，我对修士的事情很感兴趣，你将你们的永生之道讲给我，我会想办法帮你顺利出海。那可就涉及道统传承了，法不可轻传。难道你们的那什么魔法能随意传授给其他人呢？说得对，那还有魔法？你体内没有任何魔力，想来从来没接触过魔法，我就将支配魔力的办法以及我会的魔法都交给你，如何？可以啊，反正技多不压身。不过与我修真界的仙道法门相比，你们的技法甚至都无望登临永生大道。你确定这个筹码够分量？那你还想要什么？包食宿吗？我问包不包食宿？包。成交，你管我食宿，教我魔法，想办法帮我找到家乡。作为交换，我传你无上修真法门，引你登临成仙大道。今后咱们俩各论各的，我叫你 teacher， 你叫我师尊。道统传他也无妨，毕竟他有没有灵根都是两说。就算有灵根，这个地方也没有灵气，他不可能引气入体迈入炼气期。这一波稳赚不亏。不过空口白牙的许诺实在不可信，你们有没有什么能强制生效的契约文书？说的是，那就这样，这是命轮誓约，受神灵加护，如有违约，必遭神罚。我已经签上名字了，到你了。确实有一丝法则之力在，这契约是有效的。这是失效了吗？难道我必须用你们的语言写下我的名字？命轮誓约的签订无关语言，江 Q 不是你的真名吧？哪有骗子行走江湖用真名的？看你怎么定义真名和假名了。父母为我取的名字，我很久不用了，我大半生用的都是现在的名字。写父母为你取的名字，那如果父母帮改过名呢？那就把所有名字都写出来。好，誓约生效。安，你怎么红温了？无事。好了，走吧，我带你去我家。等等，怎么了？有小孩子的哭声，应该是森林附近哪个村子来的。好了，小屁孩，已经安全了。谢谢你，叔叔。什么叔叔？我还只是一个400岁的少年呢。叔叔，你的衣服和我二哥的好像。小孩，你怎么会独自一人跑到森林里？我来找我二哥。你二哥在这片森林里做什么来了？找魔女救我大哥。你大哥怎么了？我大哥是骑士老爷的护从，身体一直都很好，可1个月前他突然被人送回家，直到今天都昏迷不醒，他应该是快到寿命了。为了救大哥，二哥决定去森林里找那可怕的边境魔女。传说魔女掌握不计其数的强大魔法，说不定她会有办法为大哥续命。但是二哥进入森林已经好久了，一直都没回来。等一下，你哥哥到寿命，你大哥多少岁？27岁，跟爸妈去世时差不多大。若是医学落后的世界，又是常年从事苦力活、劳累过度的人，寿命短些也正常，但这未免也太短了。叔叔，你有没有见过我二哥？他穿的是和你很像的衣服，他叫埃利尼，个子和你差不多高，脸上有一块豌豆大的胎记。叔叔，我是不是再也没有家人了？先睡一会儿吧。久等了，衣服道友，我们先把他送出森林吧。为什么要救他？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什么浪费时间？有救他的这个时间，我们能快些回到家，能快些开始仙道法术与魔法的相互传授。你不是想早点回到故乡吗？总是将时间浪费在这种无关紧要的琐事上，人生一晃就会结束的。救人也叫浪费时间？人类和蚂蚁一样，死了一只，还会有一大群。而且既然已经闯进了森林，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死在魔兽口中的心理准备。所以这些人类死就死了，与你我有什么关系？你到底在说什么？你我不也都是人类吗？
对同类出手相助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是吗？可能对你来说这是正常的吧。魔女早就脱离了人类的范畴，而且没有任何一个魔女会喜欢人类。她们总是吵吵闹闹的，弱小又无能，贪婪又丑陋。她们奸诈市侩，粗鄙无礼，愚蠢却又多疑，看似憨厚，实则恶毒。她们会为了金子和女人而相互厮杀，她们会为了本不属于任何人类的土地与资源而引起争端。她们永远会渴求着与她们不相称的东西。既走在追求真理与永生的路上，就不需要对这种丑陋的存在投以关注。人类自生自灭就好，我没必要也不应该与他们接触。实际上你也一样，倘若你没有那些奇怪的力量，你是死是活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啊，这个人。衣服道友，你不是要学我的修真道统吗？那我就先告诉你一个最关键的点吧。我们的仙和你们的神大抵是相似的，用你能理解的话来说，只要天赋够高，人类也有可能拥有匹敌神灵的力量，这你同意吗？当然。那么为什么那些天赋异禀之辈成就不了永生呢？力量的获取很容易，真正难的是拥有神性。空有力量，没有神性，注定成不了神，达不到永生。如果你连人性都抛弃了，那又谈什么神性，谈什么永生大道？那我到底要怎么做？你自己先想一想。总之，先带我出森林吧，我要把他送回家。这里就是最近的村子。要和我一起进村看看吗？哇，哥哥你看，好漂亮的姐姐，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人。那身装扮，那不是术士吗？难道是边境魔女？快移开视线，不要看她。难道是那个一顿饭吃20个小孩的边境魔女？是那个长着8个脑袋16根胳膊的边境魔女？是那个养着72个魔王的边境魔女？你的名声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了避免有些人类凑巧找到我的小屋，我在森林里设置了一些幻境，映照出他们自己心中最害怕的模样。想来是他们或他们的祖辈有人触发了幻境，又把他们看到的幻觉当作是我了吧。也不知道这小鬼住不住这里。那个矮子，5尺差半寸那个就是你，出来啊！怎么了？魔女大人，还有魔男大人，你们找我有事吗？认识这个小屁孩吗？认识，他是诺恩。他家在这个村子吗？告诉我具体位置。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不要指我，就是这里了。长得和诺恩很像，这应该就是他的大哥了。还真是寿元将近，5脏6腑都很健康，没有任何病灶。明明才20多岁的古灵，肉身力量也处于一生中的巅峰水平，却偏偏处在快要老死的状态，好诡异的情况。衣服道友，你看看你能不能看出什么问题来？喂，你怎么了？没事，肚子饿了，有些昏头。他就是正常的寿命耗尽，最快今晚就会死，最多也坚持不到3天。连我自己都在研究要如何推迟寿限，至今都没有进展。你觉得我救得了他吗？叔叔，诺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其实我是一个魔法学校的学生。刚刚我的老师发来快报，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名叫埃莉尼的年轻人，因为他天赋卓绝，打算破例将他收为弟子，就直接破碎虚空将他带走了。什么意思？我二哥还活着吗？当然，不过你短时间肯定见不到他，他要留在我们克莱登大学，他要和我的老师们一起钻研魔法。那我要怎么才能见到他？你先照顾好你大哥，几日后我会再次拜访你们村子，到时候我会带师传授你一些魔法。等你什么时候有孤身一人穿越群山的本事，什么时候就能去克莱登大学见到你二哥了。你要教他魔法？誓约上只写了你需要教我魔法，又没说我不能将魔法交给其他人吧？这孩子孤苦伶仃的，起码要让他有点自保能力。净耍小聪明，你要教他，我确实管不到，但我有个疑问。既然你决定要帮他，又为什么还要骗他？就算是好心的谎言，可当谎言破碎后，他依然可能会怨恨你。我本来就是个骗子，又怎么会在意哪里的谁会对我有怨言呢？依附道友，善意并非总会收获好的结果，接受这个事实，理解他，习惯他，并且在认同他的基础上继续从善。求道之人最重道心，你不觉得如此才算有坚定的道心吗？这样吗？这就是魔女的林中小屋，看着还怪温馨的。什么玩意儿？呼一下子。你的房间已经做好了。什么叫做好？对了，江 Q， 你是不是会看病？怎么？这是我的妈妈，自我记事起，她就一直是这种昏迷不醒的状态。虽说妈妈她确实寿限将近，但正常只有到临终前才会昏迷，不该像这样一直昏睡不醒。我也用各种办法检查过，只能察觉到她的精神力异常薄弱，却找不到具体的病因。确实寿元将近，这具躯体已经接近5000岁了。
5000年，就算是大成修士，也将迎来终结。不过令堂昏迷不醒，的确不是寿元的问题，其真正原因在于，躺在这里的基本只能算是一个空壳。空壳？我等修士认为人的体内存在三魂七魄，魂魄俱在才能正常且健康的存活。可如今令堂的三魂七魄走丢了大半，胎光和爽灵全都没了，这种情况他还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了。黄论苏醒过来，那要怎么办？他走丢的魂魄没有消失，只是不知道跑去了哪里。原则上我可以用招魂秘法将他的魂魄拉回来，再结合我炼制的九转还魂丹，将魂魄重新缝补回躯体中。但是九转还魂丹所需的药材，这个世界可能一样都没有，所以最起码我需要先了解这个世界的各种药材，了解它们的药性，试着基于此方世界的本土草药，将修真界的九转还魂丹丹方改成适合这个世界的版本。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书房里有很多魔药学的典籍，你可以随便看，我会用魔法辅助你看懂文字，只要你能救醒我的妈妈，小屋里的一切都随便你用。我不敢打包票，但只要能炼出九转还魂丹，我大概有70%的把握将它唤醒。谢谢，真的太谢谢你了。虽说约好了要传你修真道统，但就令堂的事更急一些，那就先带我去书房吧。大致浏览了一遍魔药图鉴，炼制九转还魂丹需要78味药材，因一些药材药性相似，眼下我也不好判断哪个是合适的替代品。若将所有用于试错的药材考虑进去，大概需要230味。先问问他这里面哪些药材容易获得吧。这什么味道？衣服道友，你在熬制魔药吗？不啊，这是今晚的晚饭。你都煮了什么？雷纹蛙卵、恶魔血蛏、尸香草、毒臭血果、荤素都有，营养非常均衡哦。道友，其实我作为化神修士早已辟谷，餐风饮露即可，就不用吃饭了。我好不容易做的汤，我一个人又吃不了，你不吃不就浪费了吗？我觉得有时候浪费也不见得是个恶习。这汤我就一定要喝吗？当然，我对我自己的手艺还是很有自信的。难道和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干了，兄弟们！我刚刚试死了吗？怎么样，是不是很美味？怎么了？我体内突然出现了一股奇怪的力量。那是魔力。为什么我会有魔力？不要小看魔女的智慧，就算是如此普通的餐食，只要是出自我手，也会有与顶级的魔药相当的效果。好奇妙的感觉，而且这魔力与灵力居然不互斥，恰恰相反，这两者居然耦合在了一起。这是双鱼图，原本受阻碍的灵力运转，居然随着魔力的注入而活络了不少。也就是说，只要我能继续摄取魔力，我就能逐步恢复原本的力量。这也太匪夷所思了，灵力和魔力居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么说来，搞不好衣服真的能修仙。只要我在他体内注入一些灵力，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的魔力滋养灵力，无需灵根都能迈入炼气期。一个奇幻世界的魔女居然能修仙，不是这对吗？确认过了，里面的大部分药材都很好找，不过其中有20味非常罕见，我的库存中也没有，可能需要去人类城镇打听一下。不过这血魂花虽然罕见，却已经有好心的家伙帮我们收集了。喏，就是那里。龙有收集财宝的习性，而那条母龙脑子有点问题，它对金闪闪的东西没兴趣，它喜欢收集各种有灵性的奇珍异草，用魔力将它们扎成小草人。他给他扎的每个草人都起了名字，都写了人物传记。他还给他们设计了32个不同的国家，8种不同的货币，上百种特色地方风俗。他还经常用那些小草人排兵布阵，模拟国际战争。看到那草药小山最顶端的红色小花了吗？那就是血魂花。那么我们要怎么获得它呢？向巨龙发起决斗吗？他会帮我收集到很多罕见的素材，为了一株血魂花就杀了他，实在太可惜了。我说的是决斗，没说要杀了他。所以我们不用和他起冲突，直接将血魂花拿过来就是了。什么叫拿过来？难道他会好心的将东西白送给我们吗？那倒不会，不过我经常从他这里取东西，已经有经验了。接下来的魔法我以后也会教你，正好先让你看看效果。杂蛙路多啊！时间静止。不是哥们，我是猜到你这个边境魔女可能很强，但我没想到你居然猛到了这个地步。到手，我只能暂停10秒，时间快到了，我们撤吧。有的人时停9秒就想要征服世界了，你时停10秒，居然只偷一株花。时间操作魔法只能做到局部的时间暂停，饶是如此，它也需要极大的魔力才能发动。正常的术士就算能学会这种魔法，也不可能使用，因为用一次就会抽干他的生命力，还不一定够。不过我的魔力非常多，别的术士拼了老命才能勉强发动的13阶魔法，我可以随意的连发。但
但即便是我，也只能做到每隔8小时将5公里范围内的时间暂停10秒。冒昧的问一下，伊芙道友的实力在这方世界能排多少？只考虑破坏力以及所掌握魔法的数量的话，前10吧。天底下很少有破坏力比我更强的生物，也很难找到掌握的魔法比我更多的人了。刚穿越过来就遇到了这方世界的战力天花板，这扯不扯？当然，我也有很致命的弱点。那么是什么呢？哪里会有老老实实的交代自己弱点的人啊？接下来去大一点的人类城镇吧，最近的大城市应该是银溪城，路途有点远，中途折返回来要花好久，可别忘带什么必须携带的东西。没什么要带的，不过你这样的高手，难道不会撕裂虚空吗？会倒是会。卧槽，你还真会啊！但是空间下系中的魔力密度非常之高，并且极具破坏性，以你现在的实力，不可能顶得住那种程度的压力。再说了，就算你的实力和我相当，我们也没必要撕裂虚空呀。为啥？你有钱吗？没有。我也没有，所以我们就飞过去吧。路上正好杀点盗贼团和强大的魔兽，等到了银溪城用来换悬赏。大部分的药材都已经到手了，但是还有7味最关键的药材暂时没有眉目。这几天我们去银溪城的冒险者公会发布了寻药的委托，也拜托了教会的莱昂神父留心药材的消息。虽说那神父看着不像好人，但接下来也只能慢慢等待了。江秋，你看我的御剑诀施展的对不对？不要过分关注那把剑，御剑术和你的念力不一样，不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被操控的物体上，它讲究的主要是一个意，心随意往，剑随道移。你能说得清晰一点吗？你说的太笼统了，谁听得懂啊？衣服修仙不像魔法那么复杂精细，它主要就是一个大巧复工。大道之理往往都很简单，没有什么繁杂之处，真正难的是由你自己将它悟出来。我跟你讲的多了，你就会将它作为知识记住，就不会有自主悟道、觅得突破灵机的过程了。修仙好难啊，还是魔法简单？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这魔法好几把怪，施个法感觉像是在解数学题。对了，衣服，快到诺恩所在那个小村子了吧？是的，怎么了？过去看看，我许诺过要教他一些魔法的。好。给我滚开，臭小鬼，别逼老子发火！放下，那是大哥留给我的。你们都已经抢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连大哥的遗物都不肯留给我？我去你妈的！你们这群混蛋，给我站住！居然欺负诺恩，快把诺恩的东西放下，然后给他道歉！妈的，一群不怕死的小兔崽子！谁怕你啊？动手！你们快退开，这跟你们无关！可恶，为什么会这样？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为什么谁要如此对我？哥哥的遗物，重要的朋友，我什么都守护不了。只要你们这些人，只要你们这些渣子死了，哥哥的遗物就能保下，朋友们也不会再受牵连。对，没错，只要你们死了，杀了你们，我无论如何都要杀了啊！你在这黑话个鬼啊！后面待着去，这里就交给我们来处理。你是什么东西？你要给这几个小崽子出头？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莱昂，是银溪城在拉斯蒂亚女神教会的神父。迷途的羔羊，停止你的恶行吧！神父，看衣服就像是普通的冒险者和术士，但是这气质确实不像是寻常人的。而且一群神职人员来到异教的地盘，乔装打扮一番，尽量隐藏身份，避免争端，也很正常。原来是女神教会来的前客，不好好替女神卖那狗屁圣油圣水，来这里做什么？我和修女来边境拜访传闻中的边境魔女，只是凑巧遇到阁下在此施暴，还希望这位先生放下屠刀，立地成神。呵，听着，女神的走狗，这里是极东边境温图斯大神的地盘，又是琼斯老爷的封邑，我们做什么都轮不到你们这些外人指指点点，少他妈多管闲事。那如果我们一定要管呢？难道你还敢对女神教会的神父动手不成？打不得你，难道我还骂不得你们吗？你这种平时高高在上惯了的人物，想来没遭受过什么像样的厉骂吧？不知道你们这些女神的走狗受不受得住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功力？呵，愚蠢的小羊崽子，你甚至都不愿意叫我一声 father 啊！既然你这么狂，那你就和我主教说去吧。顺会离魂诀，起收。你们居然敢打教会神父！我没有。那个，你们打算赔多少？明明是这个神父自己倒的，我连碰都没碰他一下啊！看看这一地的血，谁信呢？我操！你们这些东西要先扣下。哎，不是主教大人吗？莱昂神父在边境村落出了点情况，麻烦你尽快带人过来看一下。情况紧急，就用教会的传送阵传到最近的分教会，然后再以最快速度飞过来。你们给我等着。就这。谢谢你叔叔，要不是你，我大哥的。你为什么要打我？小鬼，你从刚刚的事情中学到了什么？啊，我应该学到什么吗？白痴，记好了，当你的力量不如别人时，要懂得用脑子解决困境。刚刚我们一拳都没出，不一样将他们逼走了。说的是。第二个问题，
你知道我可以一脚踢死一头巨魔，那么我为什么不一拳打死那几个小混混？因为你善疼。你好好动脑子想想，难道我会一辈子待在你身边吗？我把他打死，他还有亲人朋友，他们伤不到我，就会将怒火转移到你身上。难道你要我为了这么丁点的小事，帮你把人家全家杀光，动不动杀人全家，那还算人吗？那是畜生。你也一样，你刚才想上去下死手，对吧？你考虑过后果吗？打赢了会惹来报复，打输了就更不用说。冲动行事得不到任何好处，遇到事情先动脑子，考虑清楚后果，而不是动不动就在这黑话。知道了，叔叔，对不起。对了，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一些黑色的气体从你身体里冒出来了。这个小孩有很高的魔法天赋，刚刚他周围的魔力受他的情绪影响，开始自发的躁动失控，甚至反向侵入到他的体内。我和你说过吧，与你的灵力不同，魔力本质上是一种非常狂暴无序且具有侵略性的力量。如果放着不管会怎样？十有八九他会被遭魔力裹挟的情绪毁去理智，变成一种只知道杀，连魔兽都不如的行尸走肉。听见了没？难道你想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记住了，以后克制好情绪，时刻保持理智，想清楚后果，再活用脑子。还有，那伙人又是怎么回事？给我详细说说。那个人脸上有烫伤，应该是传闻中的科迪，靠师傅在附近出了名的无赖。那种恶棍瞧不上我们这种小村子的，以前根本不会靠近这里。可前不久他突然闯进村来，二话不说就直接开始抢劫。自那以后，他每天都会抢几家，今天就轮到了我家。叔叔，虽然你把他吓跑了，但是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能不能麻烦你去解决掉他？我会付你报酬的。什么叫解决？你想让我去杀了他吗？我不知道，只是我觉得叔叔你之前的话说的都很对，而且我们村子里基本只剩下年纪不大的小孩子了。叔叔你是大人，应该比我们清楚怎么才能妥善处理好科迪他们。那么代价是什么呢？这些我知道他们可能没什么价值，但是这是我能拿出来的所有东西了。刚才你不是还死活不愿意让那些小混混带走这些东西吗？怎么突然要把他们给我了？因为了同村的乡亲吗？我明白了，那就让我看看你这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吧。咦，这把门板，双手巨剑是你大哥的剑吗？是的，我记得是叫荒风大剑。这可不是什么荒风大剑，这东西可值钱着呢。它是传说中上斩昏君、下斩谗臣的尚方宝剑。上什么？我就要这个了。什么破玩意儿？这个我不要，我只要这把剑。回家好好休息，也告诉同村的村民不要再担惊受怕了。还有，我说过要带师门教你魔法，等我将这些烂事处理完，会如约回来教你的。你把剑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抠下去了。我知道，而且我怀疑那群无赖就是为那颗魔石来的。你的意思是，他们此前抢夺别人家的细软，只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自己的目的过于直接的暴露？不过具体如何，还要仔细调查一下。诺恩的话不能全信。什么意思？很简单，真相不明了。比方说，这颗魔石真的属于诺恩的大哥吗？他是怎么得到这种珍贵物品的？那些无赖又真的是抢劫吗？搞不好他们只是来取回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要搞清楚前因后果，不能因为当时的情景和诺恩的一面之词，就武断的给事情定性。就算那些无赖很招人厌恨，就算诺恩他们很可怜，我们也要冷静行事。伊芙，你记住，我们要用自己的双眼见证真相，永远都要用理性做出决断，而非感性。可是江秋，绝对的公正是不存在的，也不是什么事件都存在能调查出来的真相。说得对，但我们依然要努力的向公正与真相靠近。你我是修道之人，我们追求的本就是无暇道心。若是因为一时热血上头，冤枉了无辜之人，这一定会成为我们日后修行路上的坎。我明白了，我会读心魔法，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那些无赖的真实想法就由我来探查吧。读心？我靠，你没对我使用过吧？怎么？难道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事吗？那我高低得听听。别，叔叔姐姐，你们什么事？刚刚当着诺安的面，我们不好开口。是的，叔叔姐姐，我们想郑重的表达谢意，谢谢你们救了诺恩。诺恩是个好人，他们一家都是好人。我们3个也都是孤儿，我们家里最后一个长辈死后，都是诺恩和艾莉尼哥哥一直在接济我们。诺安总说他的大哥是骑士老爷的护从，每个月都有例行发放的薪俸，足够他和艾莉尼哥哥吃饭，剩下的帮帮我们也无妨。诺恩和艾莉尼哥哥一直在帮助我们，结果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没有能力报答他们，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叔叔和姐姐今天出手相助，能救下诺恩，保下他哥哥的遗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诺恩现在家徒四壁，拿不出什么能入叔叔姐姐眼的东西，所以我们想追加报酬。这是我们这些年跟着艾莉尼哥哥去镇上集市卖鸡蛋、羊毛、卖橄榄攒下来的全部家当。那些人前几天都没抢多少东西，唯独今天将诺恩家里的内外都翻了个遍，恨不得连房梁都拆掉带走。我们猜那些坏蛋可能一开始就是冲着诺恩家来的。我们追加这些报酬，就是想求求您们，一定要把那些坏蛋干掉，不要让他们再来欺负诺恩了。怎么，怕诺恩给的钱太少？
担心我就只是嘴上答应你。你说你们经常去镇上的集市卖鸡蛋是吗？是的，叔叔，怎么了？你这些钱收回去，给我换成1筐鸡蛋。只要鸡蛋就可以了吗？当然，毕竟我可不想每天都吃那种会毒死人的魔药料理。鸡蛋可是好东西，怎么做都好吃。给我留1筐鸡蛋，我傍晚过来取。走了。喂，江秋，什么叫不想吃会毒死人的魔药料理？你对我华丽的厨艺有什么意见吗？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真话。吃你的饭总会让我隐约联想到一些其他的料理。什么料理？臭脚丫子双层煲、蟑螂盖饭、活蛆馅饼、干水腐肉汤。那假话呢？衣服的料理真是太美味了，世界第一美味。对我的料理不满的话，那你来做啊，我看你能做成什么味道。我做就我做，是时候让你见识一下神秘的东方料理了。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觉得被这么多人感谢，稍微有那么一点高兴。到这里踪迹就不见了，应该是那个方向。你刚刚用的是什么法术？天籁化心，内景生万民，心有现众生。这是一种能听懂万物生灵的语言的术法，不过和你的真实之语不一样。天籁化心针对的是非人生物，而且由于这些动物并没有很高的灵智，所以它们的语言非常粗糙，基本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单词。真实之语会捕捉人脑的真实想法，越过语言表达这一环节，直接将真实的意思映照在你的脑海。但是真实之语对于非人生物的想法识别分辨率非常低，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魔法理论中不涉及对灵智的探讨，会忽略很多关键信息，导致真实之语虽然能勉强捕捉到非人生物情绪演化方向，但无法有效将他们的想法传达到我们的脑海中。你的意思是，天籁化心捕捉到的单词不就相当于真实之语所欠缺的必要的关键词吗？也许这两种术法可以结合起来。有道理，试一试。怎么样，能完全听懂那些动物想表达什么吗？比方说那些小鸟。能倒是能。他们在想什么？那些小鸟很不解。不解什么？他们在想为什么你的头尖尖的。这个魔法记得教我。好好好，今晚教你，先办正事吧。看起来就是这儿。柯迪大哥，那2个瘪三真的是银溪城女神教会的人吗？难道现在女神教会的人都这么无耻了吗？是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有人比咱们还无耻，我看他们压根就不是神职人员。我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真的，但我同样也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假的呀。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咱们就是小角色，嘴上逞强就得了，硬碰硬咱能惹得起谁啊？大哥，事情办砸了，现在咱们没法交差，拿不到报酬，妮娜那边的病要怎么办？妈的，要不是当年那个老杂毛犯浑，要不是因为他，大哥也不至于给那种掉毛做事，还得天天看他妈的脸色。好，够了，不要再说了，小心隔墙有耳。不管他们是不是教父的人，他们都不太可能会借住在那种穷的叮当响的落魄小村庄里。到晚上他们应该就会离开，所以我们可以趁着夜色前进村子，把那小崽子家的东西偷出来。我操，大哥你好聪明啊！对话，大哥不聪明谁聪明？要不是有那老杂毛的事，大哥这阵说不定都去学院读书了。怎么样？心声比较杂乱，我整理一下思路。简单来说，那个叫柯迪的男人有一个病重的妹妹，名叫妮娜。早些年，他的父亲酒后想对妮娜下手，被愤怒的柯迪割开了喉咙。后来柯迪蹲了大牢，是他的这些小弟在帮忙照顾妮娜。那些小弟托了所有能托的关系，想尽了办法，勉强将柯迪的刑期缩短到了3年。柯迪在出狱后，打算好好工作，挣钱养家，给妹妹治病，并且回报那些小弟。但是因为他杀过人、蹲过牢的事早就传开了，根本没有哪家店愿意雇佣他，用假名也没用。他脸上有块烫伤痕迹，身份根本藏不住。他走投无路，就和那些小弟做起了脏活，给领主的一位护从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领主护从，我记得诺恩的大哥也是领主护从吧？现在我们要怎么做？直接进去把他们杀光吗？哎呦！别一天天想着杀光别人，他们又不是那些无恶不作的盗贼团。可是他们给那个领主护从做事，手上也沾过人命。你先看我怎么做就是了。谁？是你们？你们他妈来这里想做什么？你安静下来，我们谈一谈，可以吗？当然。看见没？眼神一下就清澈了。刚刚那是我的幻术，让你们了解一下我的实力而已，没必要真动手拆了这里。好端端的房子毁了它干嘛？事后修葺费财费时又费力，你说对吧？您说的是。当然，如果你们不老实，我也可以真的把这里拆掉。我们肯定老实，从小我们就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老实人，你们说对吧？其实你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我莱昂毕竟是教会的神父，我可是心怀大爱的人。若我的情报没出错，柯迪，你应该是为了给重症的妹妹筹钱治病，迫不得已才给领主的护从做脏活的吧？为什么你会知道？不要小看我的情报网，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件事。
如果你能获得一份体面的、酬劳与现在相当甚至更高的工作，你是否愿意不再做那些偷鸡摸狗、横行乡里，乃至拿钱杀人的勾当？神父，如果不是身不由己，谁愿意当一只活在阴沟里的老鼠呢？银溪城的冒险者工会其实正缺一批打杂的，具体工作内容是照料工会的200匹马，说白了就是当马官。你也知道，那些冒险者大多都粗鲁无礼，好占小便宜。之前有冒险者借走马后拒不归还，甚至还反过来威胁马官，不准将他未归还马匹的事上报工会。那马官胆小怕事，生怕冒险者报复，就自掏腰包买了匹烈马补上。东窗事发后，原本的马官就被辞退了。工会负责人一直想找一些做事利索、胆大心细、有些本事在身，又不怕得罪人的好手照料工会里的马，报酬是每人每个月50银。50银，真的有那么多吗？你以为？银溪城可是大城市，那里的工会也是王国东部数1数2的大工会，平日里的委托多到那些冒险者做都做不完，在那里做事，工钱怎么可能会少？神父，难道你要介绍我们去那里工作？当然。为什么帮我们？明明我们不久前才起了冲突，我可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什么以德报怨的圣人。确实，但问题是，就算我想报复，凭你们也遭不住我一拳，所以我决定换一种报复方式，我要你们给我做事，替我打工。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工会工作，挣来的工钱上交给你吗？当然不是，我还看不上那点小钱，我只是要你们在做好正常工作的同时，每天都去城里做10件不求任何回报的好人好事，而且一定要打着我麦克莱昂的旗号，就说你是在莱昂的指引下迷途知返、洗心革面的罪人，你只是在学习莱昂，效仿麦克莱昂的高尚品德，做好事不留名。怎么感觉有点羞耻？不羞耻怎么叫报复？而且这样还可以向整个银溪城宣扬我麦克莱昂的优秀品德，简直是一箭双雕，太棒了！科迪老弟，你说是做好人舒坦，还是做坏人舒坦？当然是好人。那么做好人的机会摆在你眼前了，你要抓住它吗？神父，你真的不计较我之前的出言不逊吗？都说了我这是在报复，而且以我的实力，想杀你不早杀了，何必跟你费这么多话呢？我和我的兄弟们都可以去吗？200匹马，1-2个人可照顾不过来，何况工会还有几匹名贵品种的战马，一匹都要好几个人照料，马官来多少都不嫌多。神父，请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不想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脏活了。这就对了，犯错误很正常。谁一生还不犯点错误啊？犯错误就改，对，改完再犯，犯完还改，改完再犯，千锤百炼嘛。您说的是，不过怕那位领主的护从纠缠不休，找你们麻烦。没事，我等下就去解决他，保证你们没有后顾之忧。不过你们得先把你们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关于今天的事，我有一点想不通，你们一开始就想抢诺恩家的吧？为什么？那个名叫诺恩的小鬼有个大哥，也是骑士老爷的护从，虽然魔法天赋不佳，但战斗的嗅觉格外出众，面对魔兽又敢打敢杀，很受老爷赏识。据说老爷还赏赐过他某种特殊的魔道具，但具体是什么，除了他本人和骑士老爷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的上家名叫詹姆，他一直眼红那件神秘的魔道具。在那小鬼的大哥昏倒后，骑士老爷亲自派人将他风风光光的送回村子，詹姆没有机会下手，所以他找到我们，让我们进那个村子抢东西，先随便抢几家，然后再将那小鬼家里一切可疑的，有可能是魔道具的东西都带走。原来如此，那么关于这个詹姆，你们还知道什么？我知道，他勾结总管克扣领主老爷专门派发给各个村庄的援助物资和基建投资，捞了不少钱。而且神父，你就不觉得奇怪吗？那小鬼的大哥明明很受领主重视，并威返乡后，领主居然没有给出半点抚恤金，会不会是那领主比较吝啬？领主老爷可不吝啬，比方说他发下去的魔道具就从来没回收过，哪怕护从战死，他也会差人将其魔道具送到护从的家中。在他看来，他发给护从的魔道具与武器都是他们同魔兽浴血厮杀的证明，是属于护从们的荣誉，他无权掠走属于他们的荣耀。说的真好听，莫非这领主和天心宗那帮伪君子一样，是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玩意儿？所以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们都认为那些病重归乡的护从的抚恤金都被詹姆以及总管设法套走了。毕竟领主又不会亲自去发钱，也不会时刻关注每笔钱的流向。我也想起来一件事，詹姆手下干脏活的不止我们几个，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了点风声，詹姆最近可能在谋划着跑路。好端端的，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据说是最近西方魔兽的攻势突然变猛，军队中的高手舍命拿到情报，那些魔兽中存在魔力异常强大的特殊个体，推测极有可能是魔王御驾亲征。魔王？没什么大不了的，真要是打到了极东边境，我随手把他们灭了就是。魔王从西方进攻，离这极东边境108000里，他怕个什么劲？主要是领主老爷有带人奔赴前线的意思，他连家业的继承人都选好了，而詹姆那掉毛怕死，想尽早开溜。好，我大概清楚了。对了，科迪，之前你从村子里抢来的东西都还在吧？在，怎么了？把他们还回去，再向那些被你欺负过的人家一一道歉。就算挨了他们的揍，你们也不准还手或出言不逊。这，我莱昂好歹也是女神教会的神父，不是什么臭鱼烂虾都能成为我的手下。我还等着你们天天做好事为我扬名呢。如果你们现在就连半点好人应有的做事态度都拿不出来，银溪城那边的事就算了吧。我知道了，我们这就去做。江秋，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了吗？
他们只是一群为了钱什么都能做的货色。因为你将更好的条件摆在了他们面前，所以他们选择做好人。如果为恶的利益更大，我想他们应该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当阴沟里的老鼠。像这样卑劣的人，世上有很多很多。他们或许有苦衷，但这不能掩饰他们人性的低贱与丑陋，不能将他们过去犯下的罪孽一笔勾销。而你这样滥做好人，只会让你的善意变得格外廉价。你的点评越来越犀利了。不过啊，我们是修道之人，若不能包容人类的丑陋，又谈什么神性，修什么道，成什么仙？当然，这并非是让你去宽赦一切罪恶，我们也没有替受害者原谅他们的权利。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们？你觉得世间是多一个死人更好，还是多一个改邪归正的人更好？那些受害的人不需要补偿吗？罪孽当然可以一斩即断，但恶行带来的伤痕永远不会消除。既然如此，还不如让罪孽一点点偿还。简言之，对于可以转化的人，要想办法将他们转化过来；对于那些转化不了的人，才要干脆果断的直接杀了。既要心怀慈悲，兼爱众生，又要金刚手段，除恶务尽。此以为将二者平衡好，便是神性的一种体现了。这太难了，所以仙不好修，神不好成。走吧，去领主庄园会一会骑士老爷。你就是琼斯领主，竟然能悄无声息地突破庄园的结界，看来是难得一见的高手。不对，这个小子身上魔力淡薄，应该只是条不足挂齿的杂鱼。但是他身后的那个女人，能感觉到他体内存在深不见底的恐怖魔力。这极东边境居然还存在这种我完全看不透的高手，难道他就是传闻中的边境魔女？若真如此，若这份强大的力量能为我所用的话，两位是……等等，你那把剑，我们是谁不重要，我们只是拿钱办事。哦，此话怎讲？有个孩子以这把剑为报酬，要我去追查一直差人阁扰他们家的元凶。领主阁下，你麾下是否有个名叫詹姆的护从？你对他了解多少？詹姆吗？虽然战斗能力不强，但胜在低调老实，办事稳重，是个不错的人才。可是我了解到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詹姆只是一个普通的护从，根本不值得这种实力的女人专门带人跑我面前说谎。他说的大概率是真的。说起来，我一直专注于清剿魔兽，确实没有亲自考察过那些物资有没有发到相应的村落。抚恤间的事情也一样，我知道这件事我会查清楚，并在最短时间内给民众们一个交代。哦，想不到领主大人还挺干脆。也好，这毕竟是你的分内之事，我们两个外人也不宜多掺和，我们就等着看领主大人的手段了。那么我们就先行告辞。等等，请留步。还有什么事吗？这位尊贵的女士，请恕我冒昧动问，您可是那位传闻中的边境魔女阁下？是，怎么？真是失敬了，能得见阁下尊严，实属荣幸之至。在下安德鲁·琼斯以男爵与骑士的身份向您发出邀请，女士，不知道您愿不愿意？不愿意。可是我还没说。不需要说，我知道你的想法，我没兴趣。可是，喂，你在干什么？他在想一些龌龊的事，我读心读到了，觉得很恶心，就教训了他一下。不是，我什么事？闭嘴！好啦，别管这种人了，我们快走吧。不是要我教你魔法吗？我们快回家吧。好强，这也太可怕了！只是一个眼神，感觉像是整片星空都坠在了背上，那般强大的力量，为何不？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只要有那股力量，完全可以。总管，滚过来！老爷，您有？你吃了多少？神？什么吃了多少？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只数3个数，3不是我2。老爷，您听我解，1 3700万，3700万，算上零头，撑死了3800万。看得出来是实话，但你觉得这个数字能让我满意吗？5000万不足的，我自掏腰包。多久落实到位？道路翻新半年，扣下的物资援助和抚恤金2个月内全部送完。我怎么对的你，你就怎么对詹姆，该套的套出来，然后杀了他。我的队伍中不需要你们这种蛀虫，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他不配。谢谢老爷饶命，谢谢老爷饶命，我再也不敢了。记住，这是最后一次。这极东边境很大，还不至于找不到能代替你的人。接下来一段时间，安排几个人入驻边境森林外的几个小村子，暗中摸清楚边境魔女的动向。另外，帮我备下马车，有些事情我要去王都的大图书馆查一下。哦，你不想回家了吗？这世界上并非没有能让你跨越世界壁垒回到故乡的法宝。你若执意要回家，我肯定会全力帮你寻找办法的。爷爷，我上辈子死时是34岁，重活一世，如今到了14。当年的同柴，现在的年龄都已接近知命之年，而这世界又这么大，要找到那种法宝，不知道还要花费多少年。那么在我找到回家的办法之后，我的家乡还有什么呢？整个世界一个我认识的人都不会有。到那时，我就只是一个与时代脱节、孤苦伶仃的流浪汉，死在了过去，遗失在未来。我有家，但是我已经回不去了。
是吗？那就和我一起修道吧。修道吗？爷爷，我有一个问题，修真的尽头是成仙，是永生，但是这段路太漫长了，而且能走到路尽头的人屈指可数。就算有人最后成了仙，享受了永生，但他的亲人呢？道侣呢？友人呢？他所爱的一切都会在他求道的途中死去，到最后成了仙，却失去了一切，那这又怎能叫逍遥？怎能叫至高的解脱？留给仙的只有无尽的遗憾和痛苦。修真分明就是一条追寻永恒孤独的长路，你要我随你一起修真，那我要追寻什么呢？若是仙路的尽头只有苦痛，那它似乎并不值得我倾尽毕生精力去为之奋斗。江秋啊，你知道我要带你修的是什么道吗？你觉得世界大吗？当然大，具体有多大呢？就好比这县城，此城虽广，但若较之天下，却犹如芥子比之须弥。世界很大，只凭双脚都不知多少年月才能走到大地的尽头。是啊，你说的对，世界多大？世界这么大，那这世上又该有多少受苦的人啊？我们要去解救他们，这就是我们要修的道。那么你要随我一起吗？还真是梦到好久以前的事了，是因为昨天晚上又和衣服一起看了星星，稍微有点想他了吗？同样的星空，同样的月亮，是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斗柄止息，秋天到了。刚到此方世界时，这里还是夏天，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经过这段时间的测验，已经确定了魔力确实可以给浮世头充能，但按照现在的速度，要想再次启动它，起码还要再等个3年的时间。虽然很在意天心宗那帮畜生的后续行动，但眼下只能耐心等待。不过，我真的要一直待在极东边境吗？当时琼斯领主应该是想邀请伊芙去西部迎战魔兽的吧？战场那种地方瞬息万变，实力强大不代表能活到最后，个人实力越强，就越是会成为敌方优先集结兵力击垮的对象。何况那所谓的魔王究竟是什么实力，我还完全不了解。但既然是魔兽之王，搞不好河外妖谷深处那些恐怖大妖一般，是连大成修士都感到棘手的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我随手把他们灭了就是。他确实掌握着很多超规格的强大法术，但若仅仅如此，别说世外妖谷深处的恐怖大妖，就是遇上大成修士，他都有可能翻车。若对方没有防备，以他的破坏力，确实可以斩杀寻常大成，但只要对方提防着他的时间魔法、空间魔法与即死魔法，孰胜孰负可说不准了。我的命元烛照看不透他，不过我起码能看出他的骨龄并不大，应该也就100多岁，他还能继续成长。以他的天赋，再过个几十年就能真正成长到能轻易镇压大成境的水平，但现在不行，尤其是他还有一个重病在床的母亲，他肯定是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西部参战的。当时他那么焦急地堵琼斯领主的嘴，想来也是因为他刚在我面前吹了牛，说什么可以随手宰了魔王，他不想在我面前出糗。呵，小丫头性子，今天再去一趟银溪城，给委托追加一部分悬赏了，尽早将9转还魂丹炼制出来，治好他的妈妈，那样我就能和他告别了。我大抵是没什么魔法天赋，他那些强大的魔法还是等以后我顿悟了再找他学吧。离开后，我可以去其他的城市看一看，去西部战场看一看，去周围的国家看一看，即便不在修真界，我该做的事情也不会变。这世界很大，到处都有人被欺凌、被压迫、被战火波及、被瘟疫折磨，哪里有受苦的人，哪里就有我要修的道。早啊，今天吃什么？土豆丝炒姜丝。哎，可我想吃酱猪肘啊。我看你像酱猪肘，给你做啥你就吃啥，又没让你点菜。我不管，我不喜欢吃土豆，我要吃酱猪肘。酱猪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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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猪肘。好了，不要吵，这顿先这么吃。酱猪肘我晚上给你做。好哎，酱猪肘。小丫头性子。今天我们做什么？还是去村子里，上午陪诺恩练剑，你也跟着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用剑诀的。下午去一趟银溪城，我自己去就行，你就在家里好好修炼吧。剑法什么的我不是很懂，在你看来诺恩很有培养的价值吗？放在修真界，他的天赋不算顶尖，但也够不少大宗门为他争得头破血流了。那下午呢？下午不用我陪你去吗？不用，冒险者公会倒好说，那艾琳顶多是有点烦人，但你不是很讨厌靠近教会吗？总感觉那个女神想劈死我。而且空间传送阵你不是已经搭建好了吗？来回也就几秒钟的事，问完情况我就回来了。那等我修炼累了，就去森林里打只魔蛛吧。修炼怎么会累？一天天就想着吃，所以过了这么久，你还依旧是练气的杂鱼。鱼？什么鱼？不行了，完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大叔，你真的放水了吗？我已经将修为压制到练气2层的水平了，你还想让我怎样？你的攻击太呆板了，我这云水72剑的剑招千变万化，你要自己动脑，不是去复刻固定化的剑招，而是要去领会每一招每一式中的意义，而且不要过分在意手中的剑是不是剑。怎么，
我用的是真剑，你用的是木剑，所以你就不敢正面迎击了。为什么要拘泥于剑的形？真剑、木剑、单手剑、双手剑、树枝、扫把又有什么区别？只要我想，我的手指也可以成为剑。你关注的从来就不该是手中有什么，你要打破肉眼视觉的桎梏，让剑成唯一的末梢。即便手中空无一物，你也应当能看到，真正属于你的剑一直都在你的手中，心随意往，剑随到底。我知道了，我会继续努力的。对了，伊芙不是也教了你魔法吗？我记得他当初还说过你魔法天赋很高来着，你为什么不把魔法和剑招结合起来？魔女姐姐只教了我除虫魔法、降雨魔法、大地丰饶之祝福，这还能和剑招结合的吗？那确实不能，你就先专注于领悟云水72剑吧，攻击类魔法等以后再让他教你。还有你一直盯着我傻笑什么？你也给我练，我教你的符箓，你画明白了吗？喂，我教你的时候可没催得这么紧。那能一样吗？你那个使魔召唤的法阵繁杂成那个鬼样子，那也不是勤练就能练成的。再说了，昨晚我明明都召唤成功了，而你呢？你移形换影不画成功了吗？这次没出任何岔子，应该没问题了，试着召唤吧。成功了。你好，我操！你刚刚召唤了个什么东西？不到啊！你确定那能算成功？大叔，魔女姐姐还有诺文，要不要一起吃午饭？我们做了烤土豆。好啊。一天吃2次土豆，你要杀了我吗？别挑食，多大的人了？好啊，那明天我做饭。那个，我承认我刚才有点狂，现在还能反悔吗？你说呢？没关系的，土豆我可以捏着鼻子勉强吃下去，毕竟是富含营养的食材嘛。你应该也一样吧？我的料理足以匹敌最顶级的魔药，若是我想，我随便熬几锅汤拿出去，都能卖得数不清的财宝。只不过你知道，我不喜欢和人类接触，而你作为唯一一个吃过我料理的人，居然还这么嫌弃，挑食可不行。你要是吃不下去，我会一勺一勺硬塞进你嘴里的，做好心理准备。大叔，魔女姐姐，你们觉得土豆烤得怎么样？挺好吃的。好难吃，还不如吃姜秋做的土豆丝。我应该查一下土豆是哪个神灵创造出来的，我要去把他的教会全砸了。尚可。瞧瞧，出门在外就收敛多了，原来你也知道你在家里的那个样子很丢人啊。大叔，其实最近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你说。人活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最近越来越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大家的终点都是坟墓，我们都会成为一坨黄土。既然终有一死，为什么我们还要为了生存而努力呢？我越是这么想，就越是感觉没有奋斗的动力，而且我感觉越来越孤单了。明明身边有很多好朋友，可我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是哥们，你怎么还郁郁了？这小子是不是没事干闲着了？不啊，诺文平时也挺忙的，他一般上午接受你的指导，下午在田里忙活，晚上就自己练习剑法。是啊，而且最近到收获季了，我们要忙的事情也很多，大家平日里也经常见面，但却没有什么机会聊天了。其实我们也感觉挺孤独的，明明大家都在的。这些孩子家里的大人都去世了，他们要自己讨生活，他们没有时间去玩闹，没有时间去做他们这个年纪应该做的事。就算伊芙教了他们一些用于农耕与畜牧的魔法，但这些小鬼又能有多少魔力？魔法能帮他们节省时间，但他们每一天都还是要进行大量劳作。而诺恩这小子又的确被我逼得紧了些，恐怕他的闲暇时间都被他拿来练剑了。虽说当初爷爷教我时比这还要严厉得多，但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他，仔细想想确实有些太苛刻了。诺恩，你的问题很简单，你太注重肉身的锻炼，忽略了修心。但修心却反而是修行路上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你们这个世界压根就不重视心法。修心，用你们能理解的话来说，就是修炼精神力。精神力，魔力是一种狂暴无序的力量，约束并控制它的力量就是精神力。你之前险些魔力失控，就是因为内心脆弱，精神力太过薄弱。精神力会随着实力的增长而稳步增强，但精神力强也不代表你能支配更多的魔力。这个世界不存在什么广为流传的精神力训练方法，因为除了幻术、读心、催眠这种小伎俩，以及一些旁门左道的邪术外，绝大多数魔法都对精神力没有要求。实力强，精神力就强，仅此而已。这并非错误观点，只不过它有些狭隘了。道心成名，修行才能一日千里，反之则会心魔缠身，走火入魔，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心识之中蕴藏着超乎人类想象的强大力量，这就是修士修炼总会结合心法修行的原因。挥绝剑而破邪山，扬智灯而照昏世。龙叔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智者向内寻求力量。我今晚回去会写一份心法口诀，明天交给你。每当你感觉心态不对劲的时候，就默念几遍。而且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晚上不准练剑，安安心心的躺床上休息，睡不着就爬到屋顶看星星，或者和其他朋友玩游戏。虽然不太懂，
但是我听大叔的。衣服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小鬼体内的魔力提高一些？他们现在的工作量还是太大了。我布置个法阵就可以了。好，那就麻烦你了。咦，这不是江 Q 小哥吗？今天怎么没带你的小女朋友过来呀？又开始了，要是说点谎话糊弄糊弄，搞不好他还会更来劲。我和衣服不是那种关系，我们只是同道罢了。这么久了还没确定关系吗？你还真是不开窍。你不知道吗？他可经常偷偷看你，铁暗恋。我知道他经常偷看我，但是你误会那目光的意思了。他看着我，只是因为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他所欠缺的某种东西，就和看未知生物差不多。你想啊，要是你面前突然出现一个脸长后脑勺上的生物，你也会经常偷瞄他的吧？那倒确实，不过人的心思是会发生改变的。我对情爱没有兴趣，他也同样没有。你这话说的可真绝呢！难道小哥你不打算谈恋爱吗？我追求的道就是这样的，尘凡喜道直欲去，所心情结空性真，真性空结情心所，去欲直到喜凡尘。听不懂，但你这话可不要当着他的面说哦，他会伤心的。得，这恋爱脑可真烦人。别说这种废话了，月髓千幻花是不是还没有消息？没错，那东西可没那么好找。本来你给的价钱是足数的，但是王都那边最近也有人出高价委托寻找月髓千幻花，价格比你高。就算有人将它寻到了手，也肯定会带去王都那边的。一猜就是这样，那边比我高多少？10万。我再追加20万，你再帮我留心一下王都那边的价格。如果那边再次加价，那我就要考虑亲自去一趟王都，看看对方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好嘞。无论是患有特殊疾病，还是有什么特殊用途，只要我或者衣服能直接将问题解决，对方也就没有理由再购买月髓千幻花了。对了，科迪他们怎么样？你介绍来的那几个小伙子吗？他们做事还挺靠谱，马匹的毛色都明显比以前油亮了不少，而且他们还会四处做好事，附近的居民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哦。有小道消息说他们以前杀过人，不过那种事压根就没人相信。那就好，不用特殊照顾，要是他们犯了错，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放心吧，咱也不是那种人。那我走了，慢走哦。对了，既然是单独出门，那你回去的时候记得给衣服妹妹带个礼物，她肯定会很高兴的。恋爱脑滚啊！欢迎你，迷途的高江秋，你还真敢来教会啊！我操！我为何不敢？好胆啊，江秋，你好胆啊！你教那几个小混混做好事，我没意见。你让他们打着我的旗号是什么意思？那帮傻逼到处说什么我是在麦克莱昂的旨意下扶你过马路，我是在麦克莱昂的旨意下帮你找回走丢的猫。现在整个银溪城到处都有人在讨论麦克莱昂是哪里来的神灵，主教都找我乐坛，问我是不是组建了什么以我自己为信仰的异教教会。你妈！江秋，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西西，你西西，你姥姥个腿！你假扮我身份的时候，一直都对他们用了幻术，对吧？难怪我怎么旁敲侧击，他们都说当时见到的就是我他妈查了2个月才查到你头上。神父，一嘴，这里还有其他信徒在，这未免也太失态了。你最好别在我下班时间碰到我。放心，那个时候我肯定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言归正传吧，你是来问幽泉之心的吧？不错，有消息了吗？有，但是那个地方太过凶险，需要你自己去取。要是我加钱呢？今晚6点，老地方，60万。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我不是说了6点再交易吗？现在是上班时间，你给我钱会让人以为我在受贿，可你下班后就要揍我了。放心，我可是神职人员，我怎么会对你这种普通居民出手呢？你觉得我像傻子吗？拿着！我拿你妈！给我滚！我说真的，你快滚吧，离教堂远远的，我现在不想看见你。好嘞，我还会再来的。你要回去了吗？你怎么突然这么问？那明天我做饭，记得给衣服妹妹带个礼物，她肯定会很高兴的。我打算去城里逛一逛，买点零食，说不定她心情一好，明天就放过我了。你和那魔女是住在极东边境的对吧？对呀，怎么了？极东边境的领主安德鲁琼斯最近我记得魔力增幅阵应该是这样。你就是那位隐居于极东边境的魔女吗？我名叫哈德逊，只是个行将就木的可怜的老术士。我一生都在渴望与强者战斗，
我想在迎来大限前，与如你般活着的传说打一场，还望你能满足我的心愿。深渊魔女和极星魔女是死了吗？你不去找他们，为什么要找我这种籍节无名之辈？他们毕竟都是别国的宝贝，别说是切磋，我就是想见一面都难呢。而且你怎么能是籍籍无名之辈？第9灾害35000年前就抵达了极境的天灾魔女。什么第9灾害、天灾魔女？结界封锁一下空间魔法而已，虽说以你的本事想破解它也只是一瞬间的事，但高手过招，一瞬间就足以致命，不是吗？准备做的真足呢，怎么看你都不像是来切磋的样子。我给你一个滚的机会，若是不想让你的脑袋和这具用泥土树叶捏成的傀儡一样炸开，就立刻从我眼前消失。还真是个怪物，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存在极其强大的禁制，恐怕你的力量解放度还远不足1/1000吧。饶是如此，你身上涌动的这股恐怖魔力，竟也都比得上世界顶尖的高手。你早就知道我的真身在哪里吧？真是稀奇。你明明可以直接杀掉我，为什么要给我一个离开的机会？莫非是顾及那些小鬼吗？不想在他们眼前杀人？天灾魔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分明这几万年来，不计其数的生灵都因你而死，一个比魔兽还要没人性的东西，居然学着人类的模样，假惺惺的施舍善意，真让人感到恶心。你在说什么？是吗？你自己将这部分记忆归类为无用的信息，保留在了上一具身体里了吗？亦或是直接舍弃了呢？读心魔法不起作用，精神力比我强，难道是幻术师吗？他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刚刚想窥探我的内心，对吧？除了精神力魔法以外，其余的任何术法在发动时都会产生魔力的波动，而我自创的魔法摄心夺魄，可以循着那微弱的魔力波动，在极短的时间内逆向溯源到魔法的发动者，对其精神进行入侵和强行操控。不论是怎样的高手，第一次与我1对1交手，都必定会中招。而倘若有人对我发动了精神力魔法，那事情就更简单了。只要我的精神力比你强，我就可以在你的精神力魔法触及我的一瞬间，直接将你的精神力俘虏，任你有多强大的手段也没机会施展出来。果然，文献记载是正确的。虽说实力越强的术士，精神力往往也会越强，但天灾魔女伊弗尔贡·乌斯塔布里凯特因使用她自己创造的永生魔法，导致灵魂被分割，精神力变得格外孱弱。这就是天灾魔女最大的弱点。话虽如此，但她毕竟是曾抵达极境的魔女，就算灵魂被拆成了2份，她的精神力也不容小觑。世间精神力比她强的，恐怕不过10指之数。若非您亲自出马，且这魔女又离开了边境森林，否则这天下还真没什么人能降住她。你说的对，温图斯大神是森林与生机之神，边境森林中有温图斯大神的加护，精神操纵这种被归类为邪术的魔法在里面无法生效。他要是一直躲在森林中不出来，我还真拿他没办法。但既然他已经走出了边境森林，鼎鼎大名的天灾魔女也不过是任我宰割的鱼肉罢了。哈德逊阁下，直接动手吧。现在嘛，不错，若是压着他一路赶往西部，对您来说也会有不小的消耗，而且容易出变故。既然如此，不如直接在此让他魔力失控，回去他的理智。如此，就算是我也能控制住这只没有理性的怪物，减轻您的负担，也更加稳妥。在这之后，我们就带着他沿着海岸线绕到西部战场，这样可将损失降到最低。至于转移途中那些受魔女波及而死去的人，我会向上面申请，给他们发放抚恤金。为了根除魔兽，这都是必要的牺牲。就按你说的办吧。不过这个过程会很慢，毕竟要小心控制他魔力失控的程度。若是一口气让他的力量完全失控，咱们可都没机会见到明天的太阳。那趁着这个时间，我去驱散一下附近的居民。不必，他们看到了全过程，有些事情不该他们知道，让他们被魔女失控的魔力碾死就好。
开始吧。开什么玩笑，他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只靠零星一点点的失控魔力就直接扭曲了现实吗？这就是35000年前登临极境的天灾魔女，这力量简直可以匹敌神灵，摧毁他的理智，将他完全控制住，到那时整个世界都会臣服在我脚下。那个黑气和我那个时候一样，这是黄风大线上的那颗宝石，大哥的遗物。你们就待在这里别动，我去救其他人。喘不上气，全身上下针扎一样痛，力量在流失，全身的肌肉越来越无力，感觉自己的身体每分每秒都在劣化。果然，你不能再出去了，你会死的。你好好在这里待着，我去救人。不行，你们体内压根没有多少魔力，出去就会被那股力量直接压垮。你们让开，我还要在。他昏过去了，接下来怎么办？我有办法，高听我的，能动的背着不能动的，我们带着这颗石头一起移动，将其他人拉进这个屏障里。可是我们大部分都走不动了。那就一起爬过去。哦，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有魔石。倒是颗稀罕的魔石，有它在，他们就死不了了。我要维持对魔女的控制。安德鲁，你去，别留活口。你是传导魔法，念都过来。你哪里来的毛头小子？好强悍的肉身力量！人呐，总不会是被烧成飞灰了吧？那张黄纸是什么魔道具？这攻击又是怎么回事？不是魔力，是其他的什么力量？但是那力量上隐隐残留着魔力波动。既然如此，摄心夺魄。力量再强又有何用？我乃决心魔哈德逊，只要我钻入你的精神世界进行精神操纵，你这一身力量不还是要为我所用？等等，他的精神世界怎么什么都没有？不对，这是什么？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人类的精神力怎么可能会强到这种程度？这不可能。我已经有200多年没有见过这种操纵人心的邪术了。虽然实力只有寻常化神的水平，但神识却已达到炼虚之境了。在这没有心法的世界，能修成这样的神识实在难得。但可惜，我元婴初期时就可斩杀化神尊者，而我之心识更是早已触及不到。摄心夺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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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臭啊！和那些死有遗孤的邪修一样，一股善性枯竭、无可救药的灵魂腐烂的臭味。死吧！安德鲁·琼斯，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告诉我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把伊芙怎么了？倒真是我看走眼了，没想到你居然有这等强大的力量。我的手下报告说，你和那魔女经常出双入对，想来你应该是那魔女的爱人吧？也是我太愚蠢了，那种实力的女人，看上的又怎会是寻常人物？回答我的问题。王都图书馆中收录有数位贤者留下的珍贵笔记。根据那些典籍中的记载，这世间存在着9个源自人类根源欲望的大灾害。源自根源欲望的灾害？没错，因为浮世不可能总如世人所愿，人类越是强行追求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越是会将现实引导至无可挽回的境地。由此而生的便是9大灾害，其中的第9灾害永生空想，即为在35000多年前抵达极境的天灾魔女伊芙尔贡乌斯塔布里凯特。为了拥有无限的寿命以探寻真理，他实现了所有术士的终极
极追求之一——永生。他创造了永生魔法，但魔法并非万能的，就算能克服肉体的衰老与劣化，魔法也无法突破灵魂的限制。灵魂的容量是有限的，无论是精神力多么强大的生物，其灵魂最多也只能承载5000年的岁月。一旦超过限制，灵魂就会被满溢而出的信息撑破，灵魂开始破损，最后成为一具凋零的空壳。35000多年前的天灾魔女为了永生已经陷入了癫狂，她的永生魔法就是在灵魂快被岁月挤满时，将灵魂清空，并创造一个新生肉体，将被清空的灵魂安置在新肉体中，在不损伤灵魂的情况下将灵魂清空。单单这一点就没有他以外的任何一个术士能做到。确实，灵魂很强韧，但也很脆弱，即便是修真界，也不存在不损伤灵魂的清空灵魂的法术。但他追求永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抵达魔法的尽头，窥视真理的模样。他不会将过去的知识舍弃，所以那些关键的知识就会以精神力传承的形式，依据他自身的需要，从旧的躯体中继承过来。为此，他需要以最低限度的魔力维持那个单纯的沦为知识容器的空壳肉身的生机。难道那个人并不是伊芙的妈妈，而是伊芙蜕下来的壳吗？但这种超越常理的魔法必然消耗巨大，而且永生本就是隐没在人间的空想，这种强行实现的永生自然会遭到天地的强烈排斥。他必须一刻不停地持续运转永生魔法，一旦永生魔法停摆，哪怕只有一瞬间，他这种扭曲的存在都会被世界法则修正，彻底丧命。为了能在天地对他的排斥下稳定运转永生魔法，他对自己下了禁制，通过自我封禁的办法，将绝大部分力量贡献出去，用以平衡世界对永生魔法的压制。如今他展露出的力量，恐怕还远远不到他真正实力的1/1000，但如此一来，他的力量就弱了太多，无法单凭自己长期维持永生魔法的运作，所以他需要掠夺附近生物的生命力，且距离他越近，生命力被掠夺的就越多。说是附近，其实他那魔法的覆盖范围相当恐怖，文献中记录的是接近700万英亩，几千年过去，也不知这个范围有没有变化。700万英亩，差不多半个美国了。这位先生，你知道王国内普通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40岁。但凡是未被魔力眷顾，无法施展魔法的普通人，没有一个能活过50岁。就算是有魔力的人，若是实力过低，同样很难活久。各个国家都一直在调查民众短寿的原因。大概在5000年前，一位贤者通过古籍中留存下来的蛛丝马迹，还原了真相。多国国王联袂下令，派遣从各地集结的200多名顶尖战士和术士，共同前往极东边境讨伐天灾魔女。巧的是，当时的天灾魔女刚完成蜕壳没多久，外表年龄才5岁左右，身体中的魔力也没有太多。200多名勇士成功将她击伤，但厄难也随之降临。数十个国家顷刻被灭国，3000万英亩范围内的一切瞬间化为了焦土。若非有众神的加护，使得大地很快重焕生机，否则恐怕直至今日这片土地也仍是一片废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那位贤者的观点是，这是永生魔法的保险措施。一旦天灾魔女的新肉体与旧躯壳有任意者被杀死，永生魔法就会强制掠夺范围内所有生物的生命，封锁其中的全部魔力，重新创造肉身，并将身体催熟，同时发动堪称天灾的超大规模歼灭法术，以保证他的永生不被中断，保证他自己能安然无恙成长到独当一面的程度。王族和大贵族放弃了对魔女的讨伐，有人提议让国家出资为魔女提供永生魔法所需要的魔力，借此让她不再掠夺众生的生命力。但王族和大贵族不可能会为了这种不利己的事去将大量的天才地宝丢进这个无底洞中。过去的贤者们也并非不懂变通，他们知道魔女醉心于真理的研究，而真理恰恰是全天下术士共同的夙愿。有关真理的猜想和假说，他们手里有数万种。他们找到边境森林，想用他们的假说换取一点永生魔法的情报，以便他们找到永生魔法的弱点。但他们太小看天灾魔女的智慧了，他们那些假说绝大多数都在数万年前被魔女证伪过了。魔女厌恶人类，不愿与他们多费口舌，但看在他们谦逊有礼的份上，姑且还是基于那一点点对他有用的猜想，较为公平地交换了一点有关永生魔法的情报。贤者们针对他们得到的少许情报进行了大量的推演和计算，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永生魔法无法终止，它完全是独立运行的，且逻辑链条极其严密，几乎规避了一切强行逼停它的手段与机制。恐怕即便是天灾魔女本人也无法将它停下，除非完全杀死天灾魔女。无论是怎样的魔法，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连续进行肉体的完全构筑，故而终止永生魔法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杀掉天灾魔女之后，立刻打断她的肉身重构魔法，将她2次杀死，即杀死她，并在魔力被瞬间封锁的情况下，顶着她的13阶歼灭魔法再杀她第2次。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终结永生魔法。但这人世间不可能有生物做得到这种事，人类没有任何手段能完全杀死天灾魔女，因而永生魔法是无解的。
贤者们放弃了对永生魔法的探究，统治者们为了巩固统治，封锁了一切有关天灾魔女和永生魔法的消息。而琼斯家在700年前也是大贵族，因此我知道一点关于天灾魔女的事。在亲眼见识过边境魔女的恐怖力量后，我就隐隐感觉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天灾魔女。我在王都图书馆中翻阅了所有有关天灾魔女的书籍，确定了她的身份，并且我还留意到一位贤者写在书页空白处的猜想：人类无法杀死魔女，但魔女是有弱点的。他的灵魂被永生魔法分成了2份，这就使得他的精神力变得非常孱弱。所以，只要精神力足够强大，精神攻击类的魔法原则上可以对他生效。虽然无法将他杀死，但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压制住他。于是，我便找到了哈德逊，请他控制住天灾魔女，并让她魔力失控。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先生，你知道西部战场有多惨烈吗？你知不知道魔王不止一只？目前军队在西部战场中至少观测到了9只魔力极端强大的异常个体。而我，安德鲁·琼斯，我是骑士，是王国的利剑，我怎能偏安一隅？我要去前线斩杀魔兽，我要将那些该死的魔兽全都杀死，一个不留。但在那么多魔王的合力进攻下，我加入到战场又能起什么作用？而他呢，明明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却不愿意为这天下苍生献出一份力，让他沦为没有理智的杀戮机器，清剿那些为祸人间的魔兽，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结果吗？不，并不是。你说什么？就算你们真的能利用衣服歼灭所有魔兽，但在那之后呢？之后你们停了下来吗？不，你们停不下来的。杀光魔兽之后，还有侵略、蹂躏、人类的内斗、同种族的自相残杀。无论掌控天灾魔女的是哈德逊还是哪里的王族，只要衣服的力量还握在人类手中，只要人类还有野心与欲望，战争与流血就永远不会停止。人类为了资源与领土而造成的杀孽，未必会比魔兽少，甚至更多。与魔兽厮杀，你们还能义正言辞地说是为了人类的存续与繁荣，那么与人厮杀呢？骑士的尊严会让你心甘情愿的为了统治者的私欲而去掠夺不属于你们的钱财，欺凌女人，残害无辜吗？或是为了国家对土地与资源的渴求而去毁灭别人的故乡和家园，将人类从一个火坑推到了另一个火坑之中，这就是你所谓的最好的结果。这种人类无法掌控的力量，要么是让大家都有以制衡掣肘，要么就让它永远的远离人类。你们却反其道而行，愚蠢至极。你什么你？告诉我怎么让它恢复原状？没有办法，魔力失控一旦开始就完全不可逆。既然是魔力失控，如果想办法镇压住他体内以及周围的所有魔力，是否就能将魔力失控的状态打断？原则上可以，但他理智中已经被瓦解的部分无法复原。最重要的是，怎么可能会有能镇压住天灾魔女的术法？不存在这种强力的封印术法吗？衣服体内有我注入的灵力，而灵力会和魔力耦合起来，所以修真界的封印术或许也能奏效。当时天心宗对我使用的那个，是连炼虚期大圆满的高手都能轻易镇压的强大封禁术，这也是我所掌握的封禁术法中性能最强的一个了。不论如何，都要做一下尝试。千奇作野，万法成舟，气合山海，义震苍岭，地壳风聚，天息化球，阴阳所到，日月同收，万法封禁，振起。成了。大部分失控的魔力都压制住，但是他身体周围那一层黑乎乎的魔力凝聚体密度异常之高，万法封禁完全无法镇压，甚至都削弱不了多少，这样我连近身都够不到。他好像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魔力失控了，无关他自己的意志，那魔力凝聚体会自发地抽取他的力量，对周围的一切进行无差别攻击。不知道将他的意识唤醒后，能不能遏制住失控的魔力？试试吧。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我做了一个梦，我看到了匣子外的世界。那里没有天与地的界限，没有众神的恩惠，无际的黑暗中甚至没有生命的气息，但那里却有远超人知的浩瀚光景。那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星海，在那里过去和未来都不再重要，那片星光就是我想要的一切，那就是值得我追寻一生的东西。但是那片星海不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我曾飞往夜空，试图追寻星光的归处，但星路的尽头却只有一片虚无。这片天地是一尊锈蚀的牢笼，我想要离开这里，我要逃到匣子之外。我将毕生心血投入到了真理的研究之中，倘若掌握了极致的智慧，我一定能获知前往星海的办法。但是
的寿命不够。世上没有任何一种魔法能直通真理，真理的研究需要时间，不是短短的几百几千年，而是更加漫长的岁月。我的寿命不够，只有神灵才是真正的永生者，或许只有他们那般拥有悠久寿命的，才有资格窥探真理的模样。我要怎么才能和他们一样？或许我需要解除神灵在人间留下的一切诘问。我穷尽一生，也未曾找到看似正确的答案。我的思考无法用魔法实现，我不知是我的答案错了，还是我的魔法错了。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寿命不够了。我不想死，我想亲眼见一见那片海洋。不管用什么办法，我要延续我的生命。在那之后，似乎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无用的记忆都已被我删除，我早已记不清确切的年份，可我仍未找到让我满意的答案。但我却注意到了，我的永生魔法是错误的，它和神灵的永生截然不同。即便每次重生，我都将灵魂清空，将关键知识保留在旧躯壳中，但长此以往，旧躯壳也总有被填满的一天。这是一条死路，为了继续生存，早晚有一天我会被迫抛弃必要的知识。可若是那般，我又如何能走到魔法的尽头？如何获得极致的智慧？如何窥见真理，获知打破牢笼的办法？我到底欠缺了什么？我到底要怎么做？我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太久了，真的太久了。我的热情早已消退，也许那片海洋根本就不存在。但当我再次望见头顶那片虚假的星空，即便是虚假的，但依然美得不可思议。那一定是真正的星海在夜空中的投影。我不能，绝对不能让这份热情消散。这一次重生，我稍微做了点改变，我将我的梦想、我的热情全部封存了起来，因为我不想让它们随时间劣化，我不想迷失自己。但研究还是要进行下去，我需要骗过自己，我要让自己有一个研究真理与永生的理由。我对自己隐瞒了永生魔法的机理和代价，并告诉自己，那具废弃的身体不是知识的容器，那是我的妈妈。如此，我将捏造的亲情植入到了心中，不再是为了梦想而去探寻真理与永生，而是为了延长母亲的寿命。这个办法是有效的，我真正的情感并未被磨损，研究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生的我规避了已经固化的思路，有了一些我以前没想到的新想法，但那全都是错的。我依然在原地踏步，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说着奇怪的语言，使用着奇怪的力量。他说他的故乡存在成就永生的办法，读心魔法无法生效。看来这个男人的精神力比我强很多，但即便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即便他身上有一股骗子的臭味，我依然觉得他没有说谎。他在谈论修行之法时的眼神，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种向往，那种热忱，应是不知多少年前镜中的自己的眼神。衣服倒有吗？或许我能在他的修行之法中找到我自己欠缺的部分，所以我骗了他。塔西里大洋深处确实存在作乱的邪祟，但我很早以前就横穿了大洋，抵达了世界尽头，那里什么都没有，并没有什么海那边的大陆。命轮誓约对我没有任何约束力，所谓的神法也不可能伤到我，一切都只是为了稳住他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我要搞清楚他那些仙道传承。力量的获取很容易，真正难的是拥有神性。空有力量，没有神性，注定成不了神，达不到永生。如果你连人性都抛弃了，那又谈什么神性，谈什么永生大道？他到底在说什么？成就永生或许需要神性，但人和神
从来都是相距最遥远的生灵，所以神性和人性也应是相距遥远的。在人性中求索神性，他傻吗？你我是修道之人，我们追求的本就是无暇道心。心，这是一个他经常谈到的字眼，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心脏，那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似乎在他的眼里，心里面蕴藏着无穷的可能，同时他的心似乎也能容纳一切，善的、恶的、卑劣的、尊贵的、美的、丑的，他的心中包容了人性。他的那颗心有些与众不同，所以总是会吸引我的目光。我看不懂他的心，我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心。我有心吗？他又为什么要修道心？无暇的心中会有他追寻的道吗？又会有我所追寻的星空吗？既要心怀慈悲，兼爱众生，又要金刚手段，除恶务尽。此以为将二者平衡好，便是神性的一种体现了。他的心很割裂，他有时会面不改色地诛杀恶徒，有时又会别扭地设法将坏人变好。他有时会刻薄地对待好人，有时又会容忍他人身上的罪孽。他比常人更冷血，却又比绝大多数人类更善良。怪人，只是我确实多了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思考，从未有过的疑虑，以及从未有过的……我想不起来这罪恶感的来由，我只觉得有些难以呼吸，心里很难受。不过只要待在他的身边，我的心里就会舒服很多。或许这就是我欠缺的东西，或许只要这样一直看着他的心，我就能找到属于我的答案。衣服，怎么又走神了？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说过吧，大成境的修士修为圆满后需要渡9重雷劫，可是为什么会有雷劫呢？一个修士要想成为大成圆满，肯定要经历长年累月的苦修，历经无数的磨难。他们已经为成仙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上天还要为他们降下那致死的雷劫？衣服，你觉得仙和人有什么不一样？仙是永生的，而且要更强一些。不全对。如果所谓的仙只是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的人类，如果所谓的仙界只是一个更加弱肉强食的人间，那他们凭什么叫仙？仙界又凭什么被视为至高解脱的净土？在我看来，仙也好，佛也好，神也罢，大抵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应是真正的觉悟者，大慈大悲者。雷劫不过是天道在清算罪孽，上天不可能竭尽所能的置一个一心向善的修士于死地，他只会全力扼杀那些恶贯满盈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神性，甚至没有人性，他们没有资格成仙。因为魔力失控，一些琐碎的知识突破了永生魔法的禁锢传输过来了啊！我想起来了，我将我的同情与悲悯都当作无用的知识，丢在了记忆的角落。为了不消磨自己的热情，为了能开辟新的思路，我连永生魔法的机理与代价也一并封存。我想起来了，我为了那虚无缥缈的愿望，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而这一切竟然持续了35000年。我似乎明白我欠缺什么了。是这样啊，原来我早就失去永生的资格了啊！这样的我不可能活到实现梦想的那一天，得不到原谅，也没有人能原谅我。我失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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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败了。好想看一看那片星海，好想飞往那星空的最深处，还有想再和他多说说话，想再看一看他，但是都结束了。我没有办法在认清了自己之后继续恬不知耻地活下去。自杀无法实现，肉身重构过程中，我自己的魔力和周遭的全部魔力
都会被永生魔法抽走，而且那个过程中，我几乎无法维持意识，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江秋。咦，你恢复理智了吗？快试试看，能不能控制那些失控。杀了我！你说什么？我是强行将不可能在人世实现的空想扭曲并捏造出来的自私的魔女，渴求着永生，却背叛了众生。我是笼罩在这片大地上的35000年的噩梦，可我已经不想永生了，我不想再伤害任何人了。求求你，结束这场噩梦吧。我已尽最大力量遏制了这些失控的魔力，如果是你的话，一定能真正杀死我，不给永生魔法任何机会，连续杀死我2次，求求你了。我知道了。魔力密度却是低于一大截，现在的话，那层魔力凝聚体大概只有化神境的水平，我的力量只恢复到了雷冥境，但是足够了。天道如何，风在指头。多狠心的人啊！为了那些，你连我都要杀吗？树送妖魔经，斩博6股风，诸天气荡荡，我道日兴，心随意宝，剑随道。大叔，大叔，诺恩吗？大叔，你要走了是吗？对，大概明早就会出发。你这一走，不知道多久之后我才能再见到你。大叔，王都真的有那个什么克莱登大学吗？当然有，怎么？难道领主打算把你推去王都？是的，领主老爷很欣赏我，他觉得我不应该待在这种小地方做一个边境骑士的护从，他打算让我再跟着他练2年，然后就托朋友将我介绍去王都的一所学校学习。以他的本事去了王都，毕业后定可以谋一个好差事，倒是不用担心他以后会吃苦了。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在相信我那个谎言，还是早就想明白了，却看破不说破。好，已经3年了吗？就结果来说，当年那件事其实算安德鲁琼斯做了个好事。精神操纵这种邪术的创造者兼唯一使用者哈德逊身死，一直掠夺这片大地无数生灵生命力的永生魔法也被彻底终结。不过
即便安德鲁·琼斯视频私交请动了哈德逊，但他终究是导致宫廷术士陨落的祸首，因此被问罪也在情理之中。安德鲁出身于琼斯家族的旁系，琼斯家曾是显赫一时的大贵族，即便如今已然没落，但其影响力仍不容小觑。此外，王族本身也对哈德逊的精神操纵魔法颇为忌惮，我也托了点王都的关系。总之，他的死罪姑且是免去了。最终，他仅被剥夺爵位与封邑，发配至西部战场与魔兽厮杀，这也算是遂了他的愿吧。安德鲁·琼斯隐瞒了我的存在。随着哈德逊的死亡，宫中已无精通读心魔法之人，他便以哈德逊被天灾魔女所杀的谎言，将此事搪塞了过去。如今新到任的领主是个做实事的人，极东边境一带大大小小的村庄和城镇都明显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只不过也不全是好事，永生魔法不仅仅是掠夺了百姓的生命力，更是将这片土地上一切邪祟的力量吞噬殆尽。如今伊芙死了，没有永生魔法的压制，王国境内各地都开始出现一些连我都闻所未闻的诡异事件。这个烂摊子还是要收拾收拾的，而且诺恩已能独当一面，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已经没有滞留于这极东边境的理由了，该和这里告别了。我叫江秋，在修真界，那些和我不对付的人给我起了个匪号，叫齐天道君，调包宗门秘法，伪造飞升机缘，诱拐正宗神兽，炸毁灵石矿脉，污染圣地灵泉。我做的尽是些遭人记恨的事，因此我曾无数次身陷绝境，曾无数次在顶尖强者手下逃出升天，无数次从生死一线间挣扎过来。因此我最不缺的就是保命手段，也好在他本身的生命力就很强。永生魔法终止后，这具空壳没有立刻死去，我赶在他咽气前回到了家，勉强用符箓、阵法和丹药吊住了他的生命。随后我花了3年时间，凑齐了9转还魂丹所需的全部药材，并且在昨夜成功炼成，将他的灵魂补全了。你一定也很困惑，我为什么要救你？你的永生魔法持续运转了35000年，不计其数的生灵因你而死，你无法被原谅，也没有人会原谅你，你的罪孽不可能得到宽恕。对于畏惧死亡的人而言，与其已死是最好的惩戒。但你既然正视了自己的罪过，坦然求死，那我可不能让你死得这么轻松。反派就有点反派的模样，桀桀的大笑说要征服世界不好吗？你但凡恬不知耻的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我也就不用这么大费周章了。那么多名贵的药材全浪费在你身上，真是造孽。不过你既已彻底悔悟，又何必急着以死谢罪？我不是说过吗？罪孽要一点点偿还，可别想着轻易解脱。你会怀揣着无尽的愧疚与痛苦，在永恒的忏悔中惶惶不安地度过残生，并且用你的力量歼灭所有的魔兽，止息人间一切干戈，根绝瘟疫，救济贫苦，让你诞生在过去的罪孽，与你自己的性命一道，慢慢死在遥远的未来吧。话是这么说，或许是因为他创造了有违人道的永生魔法，并持续运转了数万年，众神对他的恶意非常大。如今永生魔法终止，整片天地都在排斥着他的灵魂，他就像是被这个世界诅咒了一样。我根本无法用单纯的术法为他创造肉身，而且即便他的灵魂完整，他的灵魂也早就被大量的知识填满，处于随时都会崩溃的状态，根本无法苏醒。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你一直戴在身上的这个宝石究竟是做什么用的？我用修士的手段也探查不出什么。我今天去找莱昂那傻逼问了一下，没想到这居然是极端罕见的能收纳并温养灵魂的魔道具。他敲诈了我200万，将这个魔道具的使用办法卖给了我。原本我还在为怎么带着你而发愁，既然有了这颗宝石，那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轻松，等着吧，我会找到为你塑造肉身并将你唤醒的办法的。呵呵，什么明早走，明早还得跟他们告别，拉拉扯扯，哭哭啼啼，麻烦的要死。现在就出发。非常感谢观看到这里的朋友们，我是动画齐天道君的作者细游尘。本集是第1集，虽然时间很长，但基本只能算是个引子，我真正想讲的故事还没展开。我的创作风格和传统网文不太一样，剧情发展比较慢热。我之前担心，如果开头部分分成多集播放，我做动画的热情可能会因惨淡的视频播放数据而消退，所以我就一口气把完整的衣服故事线全做出来。现在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不论数据如何，我还是想把江秋的故事讲完。为了保证后续的更新速度，以后的每集会控制在几分钟的时长。另外，这一集的整个创作过程比较赶，没有细细打磨，导致剧本可能显得薄弱。至于动画表现，实在没办法，以我的能力也只能画成这样。后面的剧情我会仔细斟酌，尽我所能给大家讲好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同时也希望大家看完后能提出一些看法或意见，有任何我做的不到位的地方，都欢迎大家指出，谢谢。